福特号航空母舰接受了全舰冲击实验，经受住这么多炸药近距离轰击，要击沉它是不是挺难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熟悉海军的朋友都知道，美国那个福特号航母下水时间也不短了，终于要迎来一个最重要的实验。这个实验完成之后，这个军舰就可以服役了嘛。这是一个全舰冲击实验。实验的目的呢，就是在非接触情况下使用大量炸药测试一下舰体对爆炸产生的冲击到底能不能扛得住。一定是非接触这要直接接触的话，你就直接沉了。我们也都知道，水的密度呢比空气大，所以稍微有点对爆炸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同样炸药在水中爆炸，那个冲击波比在空气中要强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炸弹或者炮弹没有命中舰艇，是落在舰艇身边水里炸的。那么海军管这种弹药呢叫近湿弹。这近湿弹的话，一样能给舰艇造成很大的损失。有的时候一发炮弹，比如落在这个上层建筑上炸一下，那个损失不见得很强。但是近湿弹的水下这么一炸，如果造成那个舰体破裂进水，那损失更大了。所以呢，海军就一定要考虑，你艘新船造好之后，如果遭到这个猛烈震动，那个船体结构会不会破损，会不会变形？船上一些精密的这个结构或者是一些个设备你比如说雷达电子设备会不会被震出故障来？现在的装备呢都是加固装备嘛，那你加固的够不够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而且呢，做这个实验还是技术活，炸药放太少了或者离太远，爆炸没劲儿，你测不出实战效果炸药如果太多或者太近，那你就别试了，你还不如直接让印度人造船算了呢。那么到底用多少炸药，什么距离进行实验好呢？你得看船大小你像这个2007年美军给这个 LPD 就是那个登陆舰做实验的时候，用的是 4.5 吨炸药，100多米。包括潜艇他们也要试的。潜艇的话你要考虑到也是大量炸药，因为在潜艇实战过程中遇到的威胁主要是什么？深水炸弹、鱼雷、水雷。而水雷普遍的弹头重量是在500公斤以上，或者有1吨的。这个鱼雷呢，战斗部基本上也是500公斤左右的。而且水下爆炸的时候呢，潜艇的情况还比较复杂，水下一爆炸会产生大气泡。你想1吨重的炸药在这个水下形成的那个气泡半径可以到10米左右，这个气泡膨胀收缩，然后就会让潜艇呢在这个冲击之下形成个鞭状起伏。简单说呢，这个气泡一膨胀一收缩过来，这个海水来回一冲击，就把那个潜艇来回这么折弯在那拧所以很多年以来各国海军都要给自己的新船炸一下试试看够不够结实，够结实才能服役。那么这回福特级经受的实验用多少炸药好多人网站都说了，几千磅炸药。不是那么点炸药，是4万磅，18吨。你想想看，一个船坞登陆舰人都用了 4.5 吨炸药，你一个这个福特级用多少？18吨呢。至于有些网站说了，说美国人这个实验呢是被中国的东风21还有东风26吓的，那倒真不是。因为东风打航母这个能力形成之前，美国这么多年很早就这么测试了。主要担心的不是导弹，是各种水雷，而且东风21弹头呢也不是很大，是几百公斤的，不到1吨吧。就算是打成近湿弹了，那个威胁也不是特别大。东风21、26主要威胁是什么？靠高速砸在甲板上，只要命中的话，从甲板穿到船底，让你航空母舰战斗力马上损失了，不沉也得回家。怎么抵御东风呢？这就不是近距离抗冲击实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呢，也别光看美军玩的悬，现在不光是美军，中国海军也会这么干。我们的很多舰艇呢，也要通过这样的实验进行检验，特别是扫雷艇扫雷舰。你想扫雷艇、扫雷舰，就是以对付水雷为本质工作的。有的时候你处置水雷的过程中，可能就是不小心或者说因为别的某种原因，水雷就是近距离炸了，那你船是不是能够生存下来？所以扫雷舰特别需要经受这样的测试。这个实验呢，虽然跟东风打航母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呢，倒是给大家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对很多不是造船的朋友来讲通过这个实验，我们能够了解到军用船只的建造标准，还有这个船的结实程度那真不是普通民船能比的。好。关于美国航母经受的这个抗冲击实验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